前阵子当然发生了一件事情，是美国的核子动力潜艇这个据说撞到东西，当然实际的状况这个都要看美国会公布到多么的详细。当大家也会发现说，哇，这个他们这个最新型的这个核子动力潜艇，显然好像已经部署到南海这个地方了。那已经有人说，哇，已经到中国的门户前哦。从您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件有没有凸显或者值得我们持续应该要关注的内容呢？这段时间呢，就关于海南级这个核潜艇在南海事故，各种传言很多。当然呢，我们通过分析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事故中共逼着美国说出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事故，美国就不说，美国就说在印太公海那边航行，这个印太这个范围就太大了啊。当然网上说了很多的东西呢，就是说，说是在西沙，这个我可以把它否认掉，因为这个海南级的这个潜艇呢，它是前苏联时期美国造它是为了对付前苏联的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前苏联倒台以后。它就停止了，因为这个造价太高，只造了3条。那我们现在怎么去看待？就是通过美国公布的信息，我们逐渐的现在已经大概有个轮廓了。第一个，根据这个核潜艇到南海的任务来定，从任务上来说，它是冲着住在海南岛亚龙湾的中共第2核潜艇基地去的，它是对付094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它的功能就是专门，它的上面的设备专门就是对付它的，这是一个。我认为不会在西沙，它到西沙干什么？美军这么昂贵的军舰到西沙去，没有理由去。一个是，西沙。水面就是水下的地貌非常复杂，它基本上下面都是珊瑚礁，对吧？我们在西沙时候潜水过了就知道，那个地方的海底是很复杂的。中共的核潜艇都不到西沙去，从来没有到过西沙。到西沙的潜艇一般都不去，就是水面舰艇、飞机。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在西沙。美国人不说呢，就是避免暴露他们的战役企图，这是我认为是在这个亚龙湾的外海发生的事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后来通过逐渐的情况明显了就是美国海军发出一个东西出来，要对这个事故进行调查。后面还有一句话，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要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追究。你包括艇长，像这种事情说要对相关的责任人追究，就证明潜艇在操纵上面应该有些问题。什么问题呢？这个潜艇如果在公海里正常航行，它打开的是主动雷达，主动声呐。它的主动声呐一打开以后，这么先进的潜艇，前面有任何东西它都能看得见，因为主动声呐是发出一种声呐波以后，碰到了一个物体以后，马上就返回来，像个这个地面的雷达一样的，根本就不可能撞到一个大型的东西。就是这个可能可以排除，它用的是被动性声呐，主动声呐一打开以后，因为它在工作状态，它在抵近亚龙湾的外海的时候，它如果打开主动雷达，雷达上面发出一种声波，毫无疑问，亚龙湾的外海，中共在海底部署了很多的海底的声呐核子弹仪，就会暴露目标。所以第二个就是可以肯定，因为从美国海军发出这个通知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被动性声呐正在使用被动性声呐。被动性声呐什么呢？是对方发出声波的
信息出来，核潜艇接收到了，那么尽量躲避。它为什么没有躲避得了呢？因为亚龙湾外海的海洋的深度大概平均在150米左右，这么深，这么个深度，这个潜艇在这个地方速度应该很慢，我们估计在5到10节都不会超过10节，这个慢速，而且潜艇这么大，它规避也很难规避，就是对方发出声浪来到以后接受以后，也来不及规避。这个9000多吨的这个潜艇呢，不好规避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潜艇出的事故其实是很严重的。一个是它不得不浮出水面来，以这个水面状态返回关岛，这是潜艇的大忌啊。潜艇一般情况下不是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会浮出水面，顶多是进到了一种潜望镜状态。撞得这么严重，因为9000多吨的东西，居然里面有11个人受伤了。那个我们分析速度又这么慢，那撞到的东西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东西。当然这个动态的东西我们就不好说了啊，无非2种东西，一个是海底探测器，这个东西各个国家海洋都有，它为了收集海底的地貌啊，是监测一些东西啊，有的。另外一个，中共对亚龙湾的核潜艇基地的保护非常严密，甚至应该说他在那里面部署了一些无人潜艇、无人遥控潜艇。我以前在一些地方讲过，这个潜艇是10月2号出事故的，是美国公布的。那么你们也知道，10月1号、2号连续中共出了38架、39架飞机到了西南角，到了巴士海峡里。2号潜艇出事，那就是如果说是中共用海底这个探测器或者无人潜艇对这个潜艇进行撞击它，那么在10月1号之前，中共就发现了这个东西，因为它到了亚龙湾外海，它不可能不被发现。亚龙湾外海为了保护核潜艇基地，中共在那里面部署了相当多的声纳设备，躲是躲不了的。那为什么说中共既然发现它，为什么不去打它？目前中共还没这个大胆子，也不想惹这么大事，但是也不可能就是说看着就不管了。他为了保护他的核潜艇基地，他要采取一定的手段，就是不轻不重的给你一个难看。所以现在基本上信息渐渐的明了了，这个潜艇就在亚龙湾外海，它的任务就是这个做。第二个，被动性声纳，它没有主动性声纳灵敏度高。第三个，在这个区域被撞的这个东西是一个活动的东西，那不就是海底的？因为潜艇的速度低啊，那个活动的东西的，他们2个相撞的时候有一个相对速度大，才能把潜艇撞到这个程度。啊，你现在看来就是说，您刚才讲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是美国执行的是全球进攻战略。美国在海外打仗基本上靠的是航母战斗群，但是面对中共这个有大数量的导弹、近海的这些防卫能力，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不会抵近1000公里以内来执行作战任务，那么他肯定就是说派潜艇过来。美国有70多条核动力潜艇，就是攻击型核潜艇，大概将近60条，战斗力非常强，
大家也知道，核潜艇这个自己隐蔽性高，所带的这个战斧式导弹，还有垂发系统，还有鱼雷，它的战斗力非常强。所以美国基本上就是定下来了，在南中国海、在台海这一块跟中共作战，最有效的东西、最安全的东西就是潜艇。那现在看，不仅仅是这个海南级的，他会派出很多潜艇过来，不见得就是一条海南级，就是海南这个潜艇它出事了，大家才知道，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潜艇的。后面大家都慢慢的就会发现，因为什么？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为什么不说他的潜艇在哪地方出事？他会容易暴露他的战役企图。美国人也不会说假话，对吧？他要向国会、向老百姓、向这个有个交代，他情愿不说。他说的是印太地区，那就太大了。印太地区甚至包括印度洋，这个毫无疑问就是为了掩蔽他后续的一些行动。其实中共心里清楚，这个核心点就是中共赚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近30多年来、40年来，美国的侦察机、海洋监测船，包括美国也在南海地区放了很多的海底探测器，它应该对南海这一块的海底地貌清清楚楚，不可能撞到什么山啊什么的。它核潜艇撞山是很要命的事情的。核潜艇的事故不仅仅是一条船的事故啊，它最后导致的东西，它会影响很多东西。你比如说核污染，这个是要给中共抓住这个把柄以后，就很被动，在政治上、外交上就很被动。所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我跟我的朋友们在一块也是基本上确定这个潜艇在南海现在是这么个状态。